家好，欢迎收看 IGA 2024获奖团队专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贯言游戏工作室的一贯言 ，Hello，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你自己、你们的团队，还有你们的游戏去远方。大家好，我是一贯言，我们是一贯言游戏工作室的，然后今天带来了我们的这个游戏作品《去远方》，然后很高兴能够获得台北电玩展的奖项，然后参与这次采访。想先问一下，就是去远方具体这个游戏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游戏呢？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非要说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漫画风格的叙事解谜游戏。然后呢，只不过它叙事的是跟爱情相关的事情，然后解谜也解的都是跟情侣日常这两个人之间比较生活化的一些内容。但实际上后面大家会发现，就是它不仅仅是小事，它可能是从小事里边能透露出一些可能是情侣接触更久了以后才会显现出来一些东西。好，那么我们开发去远方这款游戏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开发去远方的灵感，最重要的剧情灵感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另外一个制作人主策，然后呢，但是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情。怎么说？所以是有参考团队成员的经历去做设计的吗？我怀疑大多数是他的经历，然后后来呢，其实我们自己都加了一些自己的经历，然后团队的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或者对这个小两口的理解，然后就慢慢都加进去了。哦，所以还是有融入一点你们自己的故事背景这个样子。对对对，是一定会融入的，因为毕竟这种情感关系的故事，大家对基于他的理解都是自己的经验嘛。那么您这个工作室其实是由音乐以及音效专家所组成的工作室，有什么契机让你们决定去做游戏吗？实际上我最开始入这行的时候，也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重度的游戏玩家，然后呢又是个音乐人，然后从小又有着，就这个说起来很假，很多人不相信，但它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就是我是受很多台湾音乐人的影响，有一个台湾的音乐人叫吴晶晶，我当时很喜欢他，然后我就会把吴晶晶推荐给我的同学们，但是我同学们可能在听周杰伦，可能在听陶喆，他们听不了吴晶晶这种没有唱歌的音乐，然后觉得啊为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这种音乐可能就不是给大众听的，它应该给特定的人群听，而我就是特定的人群。然后我因为听了吴晶晶，所以立下了志愿，说我以后也要当一个游戏音乐人，然后我也要做这种很感人的游戏，然后这边的音乐，然后让下一个小朋友，然后也是像我这样的特定的人群，他觉得啊，一贯言好厉害，然后但是我给别人听，别人也不明白，所以我要成为下一个他，然后这样传承下去，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那因为喜欢嘛，所以脑子里总会想，如果我做游戏会怎么样？因为我们服务大量的客户，对吧？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也能行，然后私下里就会自己也写一些游戏策划呀之类的。就往后可能2020年左右的时候，然后认识了现在的这个我们一起做游戏的这个朋友叫王继夫，然后当时是在一个展上看见了这个游戏的最开始的版本，然后我对游戏很感兴趣，是因为它跟其他游戏都不一样，就是我们很少在市面上见到这样的东西，然后像漫画一样往下滑，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初步的样子了，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说这个游戏打算做多久啊？什么时候上啊？然后王启福告诉我说不上了，就到这儿结束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团队散了。我说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要不然是这样，我们一起把它做完。但是那个时候的想法不太完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简陋的版本，就是也没有什么横竖屏转换呀，也没有男女主角的单独的这么一个剧情的这样子。所以你们有觉得就是这样子演变成横竖之后，对于玩家来说是比较好理解，并且也比较好玩的吗？有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它叙事上更有意思了。就是就是最开始可能是一条线，然后呢讲到一半儿，然后我们可能通过另外一条时间线重新把这个事情回溯一遍，然后这样会造成的玩家的理解程度变复杂。但是如果男女主分开的话，它就相当于同一个故事站在了男女主不同的视角去看待，然后大家就会明白，哦，原来你们想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人心中对待，我们就可能表达两个人之间就是虽然都是爱着对方，但是因为表达、因为沟通的问题，造成了大家没有办法很好的相融。我觉得恋爱很重要的就是换位思考嘛，然后给你的一个机会让你换位思考。哎呀，它看起来是一个恋爱游戏了，但其实它可能更多的去表达了在大学生的这个当下
这个恋爱是什么样的，包括我们最后说去远方的，去远方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是一个让大家思考的东西。什么叫去远方？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到美国什么俄罗斯才算很远，然后我们可能只要离开这个城市，或者离开这个区，或者离开这个大学，对我来说就是去远方了。它是一个很开放的表达。所以我们想讲的是，在这个时间段，这两个人的恋爱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年龄段和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他们恋爱之间出现的这样的状况。那么看来去远方真是涵盖了各式各样的情感以及生活融入进去的一款游戏。当初有决定为什么用黑白这个风格吗？因为它其实蛮大胆的。最开始其实用黑白是因为可能觉得它呃逼格高一点，然后在黑白转彩色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你可以更突出彩色所带给人的直接的这个视觉冲击嘛。我觉得是一种颜色的叙事，就是从黑白到彩色，代表我们心里边的一种对世界认知的转变，或者是情感的转变。然后它也能辅助我们解谜，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个彩色的部分就是解谜的部分，而且我们解谜是跟剧情强关联的嘛，所以解谜的部分恰恰就代表着我们需要关注的剧情部分，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很完美，那就一直这样下去好了。设计这款游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啊，或是挫折什么的？就是我们实际上没有想到自己的开发周期会这么长，就包括我们最开始可能的剧情只有1个半小时，然后但有几个考量啊，一个觉得1个半小时可能不够完，然后再一个可能会觉得 Steam 2小时有退款，就就不太合适。然后呢，所以我们就又加了一些内容，然后把它加到2个半小时左右。然后这个加的过程也是，就因为之前已经把整个剧情安排好了，我们需要往里面加东西，然后这个过程也会比较恼人。然后具体要往哪里加，加了会不会破坏原本剧情的这个张力？但是最后虽然顺利解决了，但中间遇到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就是一个初创团队必须要踩这些坑，然后才可能去下一个才可能去做更好的项目。游戏中很多细节都是倾听玩家意见的，所以我们能让别人测试的时候，我们都会让他玩，然后在上面去架一个那个手机，然后去拍他的游玩经过。然后他玩到哪个部分的时候，他玩不下去了，或者他不知道怎么过的时候，他就会瞎点，在屏幕上瞎点。然后我们就我也会。对对对，我们就通过这个来判断他到底他到底这块我们的提示做不做清不清楚啊，或者是剧情到这块了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然后我们也会判断他的表情，然后看他是不是无聊了、打哈欠了，然后之类的，然后判断我们这块的剧情到底做的合不合适，进展如何，类似于这样的。哇，那我真的感觉你们很用心哎！我自己私心很希望这个游戏男生可以多玩一点，这样男生就可以更理解女生更懂的想。女生。那么，对于去远方的未来，你们有哪些计划或是愿景？我们认为这个游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虽然是个开放式的结局，但这个结局会给人以思考。它不是那么深的思考，但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我们7月份就会上线，7月份上线了以后呢，我们希望玩家会喜欢，然后也希望玩家能够从中能够理解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我们想表达的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情感，虽然里边有消极的状态，但是总体来说是积极的。我不希望玩家就是光记住，因为我害怕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记住某一个点，然后把这个点无限放大这个样。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他一个整体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游戏所表达出来的内容。我们个人是很希望这个男女主最后在一起的，但是呢，至于在不在一起，或者他们怎么在一起，这个交给玩家去自己发挥就行了。我们不想说的那么细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那么之后，一贯言游戏工作室会继续往游戏开发去发展吗？接下来游戏工作室这边也会继续做游戏的，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在做游戏了，一个也有点叙事，然后积极阳光温馨的节奏音游。哦，那么是否可以期待之后你们也可以继续在 IGA 上面发热发光呢？非常期待。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谢谢 Salt， 谢谢一贯言游戏工作室，拜拜。拜拜。